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某天鸟类突然集体发疯，向人类发起进攻，会发生什么？听起来像电影桥段，其实这个想法早就被拍成了电影。1963年，悬疑大师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推出了他的经典之作《群鸟》，讲述一群看似温顺的鸟类突然攻击加州小镇，引发恐慌。但你知道吗？这部电影并不完全是虚构，它灵感来源于1961年真实发生在美国加州的鸟类袭击事件，无数只烟水鸵鸟因为食物中毒，疯狂撞击建筑，场面宛如末日。虽然现实中的鸟类不会大规模集体暴动，但个别鸟类的攻击力真的可以致命。今天我们就来看看世界上最危险的7种鸟类，它们不是天上的歌手，而是潜藏在自然界中的冷血刺客。食火鸡，别看这鸟名字听起来像是火鸡界的高级货，但它可不是什么感恩节餐桌上的美味，而是一位丛林杀手。食火鸡是食火鸡科中唯一的成员，属于儿苗目，跟它的亲戚儿苗是老乡。目前已知有3种主要的食火鸡，有些专家认为是6种，它们主要生活在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的热带雨林中。这个大家伙最出名的地方，不是它身上那一头像头盔一样的骨质凸起，也不是它酷炫的蓝脖子，而是它的脚。食火鸡的3根脚趾中，最内侧那根带着一枚匕首般的利爪。它一旦发起攻击，会用强壮有力的腿猛踢敌人，这一脚踹出去，足以划破皮肤，伤筋动骨，甚至致命。它冲刺的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50公里，相当于一个小型摩托的速度。当然了，食火鸡虽然危险，但它并不是见人就杀。它们大多时候还是挺好奇的，只不过偶尔情绪上头，特别是在它们误以为你手上有食物的时候，就可能一脚招呼过来。比如2012年，在澳大利亚昆士兰，一位游客就因为靠得太近，被一只食火鸡踢下了悬崖，掉进水里，所幸并无大碍。而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攻击事件发生在1926年，一群10几岁的男孩去猎食火鸡时，其中一位不慎跌倒在地，结果被扑上来的食火鸡一爪划破颈动脉，不幸当场身亡。这件事也是目前为止唯一一例被确认死于食火鸡攻击的事件。虽然罕见，但它足以说明一个道理：在热带雨林中，别招惹这些有着恐鸟血统的原始猛禽。非洲大草原上的长腿巨怪来了。鸵鸟是世界上最大的现存鸟类，只生活在非洲开阔的草原上。成年雄性鸵鸟最高可以达到 2.75 米，将近9英尺，光是脖子就占了1半多，体重更是超过150公斤，说它是一只会跑的移动大冰箱也不为过。鸵鸟不会飞，但靠着2条又粗又壮的长腿，它在非洲草原上一样横着走。这家伙的脚跟别的鸟不一样，只有2根脚趾，其中一个脚趾特别发达，长得像蹄子，简直就是为了跑步而生的。它遇到危险时能跑到每小时 72.5 公里，约45英里，比大多数人骑自行车还快。但如果你以为它只能靠跑，那就错了。被逼急了，它还会使出大招飞踢。它一脚踢出去，力量之大，连狮子都得躲，甚至可能被踢死。而且它的脚爪也不容小觑，一爪带划伤，威力十足。不过，鸵鸟主动攻击人的情况并不多，大多数攻击事件其实都是人先挑衅它，你去打扰它，激怒它，那它自然也不会客气。说到这，不得不提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美国传奇歌手约翰尼卡什，就是那位低沉嗓音的乡村音乐巨星，曾经在自己家里养了一批异国动物，其中就包括鸵鸟。1981年，他在林子里散步时，经常遇到一只特别暴躁的雄性鸵鸟。有一次，他拿了一根6英尺长的棍子，想吓唬那鸟，结果鸵鸟一个闪身，脚底抬起就是一爪，直接踹中了卡什的肚子。卡什后来回忆说，要不是他当时系着一条结实的金属皮带扣，那一脚可能直接把他肚皮划开，当场送命。所以说，鸵鸟虽然看起来有点傻大个，但真惹怒了他，他可不是软柿子。
别忘了，它是自然界里真正的腿部武器大师。澳洲除了袋鼠，还有一个能跑、能踢、爱惹事的代表动物，那就是儿苗。儿苗是澳大利亚特有的鸟类，和食火鸡是亲戚，长得也有点像，身形健壮，腿长力大，完全就是丛林长跑冠军木板。它是这个星球上第2大的鸟，仅次于鸵鸟，而且也是不会飞的。不过呢，它会跑，速度能飙到每小时50公里，追个自行车都没问题。别看它平时好像慢悠悠的，一旦感受到威胁，转身就是一记3指重踢。它的大脚趾上也带爪，关键时候那可是能把对手开膛破肚的存在。别怕，通常不会这么干。和食火鸡、鸵鸟一样，它的攻击力在鸟类界里绝对不输猛禽。虽然致人死亡的情况极其罕见，但轻伤、吓一跳，甚至被踹出个淤青，那可不少见。尤其是在澳洲的动物园、儿苗农场，甚至是野外，不小心靠太近就可能被招呼一脚。光是2009年，全球范围就有超过100起儿苗攻击事件被报道。所以说，看见它的时候你可以欣赏，但别招惹，别逗弄，别靠太近。它可不像它那呆萌的外表那么温柔。它的名字叫胡物鹫，但英文名更酷，长着胡子的秃鹫。听起来就像一位神秘的山林隐士，其实它真的是住在高山里的猛禽。胡物鹫是旧大陆大型猛禽家族的一员，外形既像鹰又像秃鹫，体型惊人，一展将近3米，约10英尺，站起来身长也有1米多。它们生活在从中亚高原、非洲东部一直到西班牙的山地，可以说是高空时刻。它们的独门绝技特别神奇，专吃骨头。不仅吃骨头，它们还有个骨头开罐器般的操作，把尸骨叼到天上，飞到80米高空，然后砸到岩石上，把骨头砸裂，方便吸食里面的骨髓，简直像是会飞的骨科专家。至于它们会不会攻击人，几乎不会，真的很少。但如果你听说有人被它误认为石头而遭殃，那就要讲一个古老的段子了。据说古希腊悲剧诗人埃斯库罗斯死因非常离谱，他在西西里岛的海边散步，一只胡物鹫看到他的秃头，以为是块石头，就从空中丢下一只乌龟，结果直接砸死了他。虽然这个故事流传甚广，但现代学者普遍认为，这是后人编出来的黑色幽默段子，并不是真事。毕竟就算是猛禽，也很难真做到秃头失食。不要被猫头鹰那副睿智冷静的脸骗了，有些猫头鹰可不是只会摇头卖萌，它们是天生的猎手，甚至可能会把你当作威胁目标。其中最有攻击性名声的就是大角鸮，英文叫 Great Horned Owl， 别名猫头鹰中的猛禽硬汉。这家伙体型不小，身长超过60公分，约2英尺，翼展接近2米，80英寸，全身羽毛厚重，眼神凌厉，头顶还长着一对角状羽簇，看起来就像戴着耳朵的魔法师。它们主要分布在整个美洲地区，是森林和乡村的夜行霸主，最常吃的是小型啮齿动物、鸟类和爬行动物。但强壮的它甚至可以扛走比自己体型大的猎物，更别提它那一双爪子了，抓握力高达500磅每平方英寸，相当于一只大型护卫犬的咬合力，足以造成毁容、致盲甚至致命。虽然大角鸮不会主动把人当晚餐，但它对领地、配偶或雏鸟的防守欲望极强。在育雏期或繁殖季节，它们会毫不犹豫地发起俯冲攻击，目标多半是你的头。听起来像电影，可这是真事。2012年，美国西雅图某公园，多名游客被从树上突然俯冲下来的大角鸮袭击，场面混乱。2015年，俄勒冈州塞勒姆市，一位慢跑者就被一只大角鸮连续啄头，受惊逃跑，幸好最终无大碍。这类攻击通常不会致命，但确实够你惊出一身冷汗，尤其是你压根没意识到谁在头顶盘旋时，突然就被头顶生着。所以说，如果你在林中夜跑或清晨徒步，耳边忽然传来一阵呼的风声，记得，可能不是风，而是猫头鹰在瞄你头顶下找。猫头鹰不只有大角鸮那么猛，横斑凌霄也不容小觑。虽然它个头没那么大，但它的出圈方式非常特别，甚至还牵扯进了一桩真实谋杀案。
横斑凌霄生活在美国东部和加拿大东南部的大片森林中，体型中等，体重大约630到800克，翼展约110公分，外表看起来圆滚滚，但行动十分敏捷。它们攻击人的报道也不在少数，从德克萨斯州到不列颠哥伦比亚，都有徒步者被它空袭的记录。一般来说，猫头鹰攻击人大多是为了保护领地或幼鸟，攻击多以头部为目标。但真正让横斑凌霄火出圈的，是他那段堪称纪录片加法庭片的谋杀疑云故事。2003年，美国北卡罗来纳州一位男子被控用壁炉吹火棒杀死了自己的第二任妻子，最终被判谋杀罪成立。但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2011年，法官重新审查证据时，对凶器提出了质疑，而这时，有律师注意到最近在美国西北地区频繁发生的横斑凌霄袭人事件，灵光一闪，他们决定重新分析这起命案。律师团队请来了动物行为专家，对受害者身上的伤口，特别是头皮、脸部和手腕上的伤痕，进行了对比分析，竟然与猫头鹰爪子和喙的攻击痕迹高度吻合。他们提出了这样一种可能的情景：当晚，受害者服用了镇痛药和酒精，精神不清，在自家门前院子时被一只横斑凌霄袭击，猫头鹰抓住他的头发又啄又抓，他慌乱中跑回屋里挣脱了攻击者，冲上楼后可能失去平衡，从楼梯跌落摔断脖子身亡。虽然这个说法听起来像推理小说，但确实有生物学依据。最终在2017年，被告改以过失杀人罪认罪，从而获得假释，但仍保留了我无罪的立场。虽然这个故事的真相可能永远无从得知，但它让横斑凌霄从一个默默无闻的林中生灵，一跃成为全美家喻户晓的悬案角色。一句话总结：小猫头鹰真惹不起，惹出了命案级别的存在。看到这里，你可能会想，鸟不是我们生活中的背景音吗？公园、阳台、电线杆，它们不是叽叽喳喳唱歌的吗？是的，大多数鸟类都是温顺可爱的存在，但在自然界，有些鸟却是生存法则的极致体现者。为了领地，为了生存，为了下一代，它们可以毫不犹豫地挥爪、踢腿、啄头。这份名单不是用来吓唬你的，而是告诉我们，在自然面前，人类并不是总处在食物链顶端。所以下次当你走进林子，穿过草原，或者只是抬头看见那只安静注视你的猫头鹰，记住一句话：飞得起来的不一定温柔，盯上你的可能不是麻雀，